为什么现在好的高达番剧如此难产？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自打高达00完结以后，每次看到高达新番剧的时候，心里都会想，下一部剧总该不会比这更差了吧？结果每次都啪啪打脸。本来铁血第一季还有点起色，结果第二季呢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，佳作直接变梗作。很多人好奇了，你这拍不好新的独立作品能理解，毕竟每个高达宇宙啊都算是一种尝试，想要做到刚好迎合当代观众的口味也挺难的。那你拍那些成功系列的续作，把老观众们喂饱不好吗？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受众问题。高达 IP 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。为了让年轻人们看高达，日升不断尝试各种子供向作品，但都是收效甚微。相对比较成功的可能就是焦达系列吧。可是那个呢又与传统观念里边的高达剧不太一样，以至于到了水魔、校园风加百合的元素都来了，就是希望新一代观众老爷们能多看几眼。结果啊也就开头这几集的噱头比较有热度，后面大河内甚至于没有整什么狠活来挽救丢失的受关注度，真是刚妈都不如啊！可反过来，老高达粉丝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海盗动画化愚人节到了，转发！新番虽然不好看，但是新模型想体验体验，买！经典老模出升级版了，居然还新贵了一块板件呢，太良心了！预定！更别提像 AOZ 这种，你就是不给他动画化，出个模型都要被粉丝买爆的硬核系列了，你还期望万代把它动画化？人家万代既然能躺着挣钱，干嘛还要起来给你们费劲巴拉的搞个卖胶宣传片啊？而且多了不说啊，就说那几个比较成功的高达系列 UC、W、C 的00，他们的续集啊也是真的不好拍呀。你像 W 最成功的主要是机设以及部分人设，原版故事啊都被大家当舞台剧看了，甚至很多人压根儿就看不下去。你还想看外传那魔法对轰？所以它基本上只能活跃于卖胶领域，出续集啊可以说是很难了。00则是在制作之初就把故事整体大纲写得非常完整了，所以第一季、第二季加剧场版看下来，那真是酣畅淋漓，通畅无比。硬要说缺点，那就是故事太完整，后续故事保写，之后再拍啊就不是拍高达了，而是拍星球大战了。高达 UC 也挺有意思，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啊，联邦与吉翁残党、新吉翁残党的故事结构，它里边可以描写东西啊确实太多了。怎奈当年富野就是一心想着结束高达系列，拍点新东西，可万代那边呢又不想丢掉高达 IP 这个大金砖，所以那段时间富野拍高达，要么是直接把时间线从 UC 0093干到0123年、0153年，甚至是 RC 纪元了。要么是直接来一个岛 A 那种高达世界线终点的作品了，突出一个我真的不想做高达了，就想做全新的动画，结果却被万代绑着，只能做披着高达皮的动画，一下就把 UC 世界的阳寿都给耗光了，就导致在 UC 宇宙故事走向如此明确的前提下，再做插叙故事会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。就比如高达 V 动画制作年代是1993年，描写的是 UC 0153年的故事，而独角兽动画制作年代是2009年，描写的却是 UC 0096的故事。93年大哥大还是高端机呢，09年 iPhone 4都快诞生了，你让09年的人去硬编科技更落后的故事，这不得让做设定的难受死？以至于现在万代做的 GTO 系列动画以及雷霆咒域啥的，都要明着说这是平行宇宙才好编故事。那 C 的呢，2部正剧100集下来，剧中啊也就只过了3年而已，算上新剧场版才5年，英法100年战争就在那一小疙瘩地方还打了117年呢。放到宇宙殖民地战争5年够干嘛的呀？那家伙后边的故事编起来，那真是前途无量啊！可是呢，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 ，C 的把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冲突写得太绝了。这2拨人如果和平了，那一定是其中一波嗝屁着凉大海棠的才行。可这种剧情走向啊，又不可能写得出来，所以就算出续集，那也肯定是跟第一季、第二季一样，签个条约修战罢了，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。除非高层把刀架在高达 IP 的脖子上，说你这新番赚不了大钱就别做了，不然是不可能出一个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第3季了。所以建议大家呀，还是放平心态。出新番了，大家就把它当非高达作品来看，说不定还好看点，毕竟那是给路人看的呀。出了老系列的剧场版就知足点，哪怕是第2部迟迟不来也不要着急，人家万代都不急，咱着急也没用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MG 桀骋队长，我朝思暮想的 MG 桀骋队长啊！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，刚看独角兽这片子的时候啊，直接就被桀骋队长这一顿微操给迷住了。看完后呢，就一直期待着桀骋队长能不能出个模型，尤其是 MG 级别的。左等右等，一眨眼就等了13年，终于把这个 MG 桀骋队长给盼来了。但随之而来的呢是480元的定价，以及 MG 桀骋上本就有的诸多素质问题，导致这款产品虽然令人挺欢喜，但也没那么令人欢喜。
不过呢，我这次也是难得在模型发售的第2天就拿到货了，用了1天的时间把模型干了出来，不但水口打磨了，甚至还贴了水贴，喷了消光，又熬夜呢制作视频，以便大家第一时间能看到这款模型的评测。也希望大家动动大拇指给 UP 一个一键3连回血吧，谢谢大家了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P， 新的一期奶带工厂说开始就开始。咱们先来看看外观，总的来说对比 MG 桀骅 D， 新规的部分其实还是不少的，主要体现在胸部、胯部、背包以及四肢上的重装装备。分色方面相当不错啊，只有筒子前端需要贴纸补色，其他地方像散热口上的多层分色啊，喷口内部的分色等等，基本上都是完美的分色。模型呢也特别提供了在 PGU 元祖以及 MG-EX 强字这种高规格模型里边才会看到的 3D 警示灯贴纸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可以理解为这是万代对这种高昂的定价做出的一点点补偿吧。哎，说起这价格呀，就不得不说说这废件了。其实废件量还真的不大，主要都是一些外甲部分，据说呢是还能还原桀骅 D 的，就是少了盾牌的一些零件。而这款宇宙机体啊又没有提供支架，说真的啊，这重装桀骅重装的零件也没那么多啊，我这次是真的想不通万代要把价格定这么高的理由了，可能就是对桀骅队长的人气很自信吧。而由于 MG 桀骅本身外甲就比较素，因此啊，喜欢细节的朋友们要贴一贴水贴，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不贴水贴的话，宿主表现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另外呢，这款模型像手臂以及腿部的附加装甲部分，板件都是偏消光质感的，不喷消光也挺好看。对于没有条件喷消光的小伙伴们来说啊，是一个小福音了。话说看动画的时候没仔细看，看官方产品图的时候才发现，这重装桀骅的脸上是戴着一个面罩的，总有一种戴着口罩的感觉，再加上这个配色，说实话啊，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啊。再来看看内构，基本是与 MG 桀骅是一样的，也是让我很失望的部分啊。虽然做出了一些机械细节的纹理，但是全身零可动的表现，对比 MG 2.0 时代那些机体真的是差太远了。就说这腿吧，好歹给个液压杆联动应该不过分吧，只能说最好的年代一旦过去了，就真的回不来了。接下来看看可动的表现，头部的关节莫名其妙的松啊，不知道我这是中奖了还是都这样。抬头角度优秀，低头角度也够用，转头受肩胛的干涉啊，角度不是很大。手臂平台70-80度吧，曲肘可以让手勾到肩膀。手呢为4指替换造型手，大拇指除了根部的可动，还有一段额外的可动关节。手腕提供了一定内扣的可动角度，但遗憾的呢是没有提供侧摆的可动，也导致了这款模型无法还原桀骅队长突刺插地力的时候那个动作。顺带一提呢，这个握拳手型真的是太容易掉了，我随便把玩了下啊，这两边的造型手就都掉了。腰部侧摆和前后摆只有比较小的可动角度，腹部旋转角度够用，前踢能达到90度，下拉胯部关节后呢，侧踢能够达到90度，后踢角度够用。大腿根部提供了一定的旋转角度，但是这里的关节非常的松，外甲也很容易被挤开，这把玩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了。屈腿差不多130-140度吧，脚掌的接地只能说有，但是真的有限。摆造型的时候重心还是挺难把握的，前脚尖这里提供的这个独立可动啊，用处也比较小。背包部分3个尾翼有独立的束轴可动，缺点就是上尾翼的可动角度比较小，而下尾翼呢又缺少了横向的可动，导致在还原动画中拔刀劈砍的动作时啊，背包不能像动画里那样岔开，这整体造型就有点呆呆的。驾驶舱的展开则需要将胸甲中间的折叠外甲全部展开之后，再打开内部的驾驶舱盖板，才能看到里边的驾驶员。这 C 扣也比较多啊，大家一定要小心操作。腕部外甲提供了武器收纳舱的结构，打开盖板后还可以把武器舱拉出，内部可以收纳榴弹或者是光束军刀剑柄，其中榴弹一共给了4个，而光束军刀剑柄呢则提供了2种样式各1对。通过武器收纳舱的展开结构，也可以还原动画里边桀骅队长拔刀的动作。配件部分提供了1对光束军刀特效件，1对掌形手，1对空心握拳手，1对持枪手，以及已经安装在手上的实心握拳手。火箭筒部分我觉得是真的有点短了啊，或许机设就是这么长吧，但是做成模型啊，我还是希望考虑到美观稍微整长一点啊，这摆起造型来真的是差点意思。另外模型还提供了一个桀骅标配的步枪，以上就是这款模型的全部内容了。总的来说呢，模型外观非常的还原动画，至少从外观角度来说啊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但由于 MG 桀骅本身素质就很一般，很多问题也会遗留到这台重装桀骅上面，加上其高昂的定价，单论性价比啊，
绝对是不太推荐购买的一款模型。但万代终归是万代，他就说一句话啊 ，MG 栉钢队长500，我赌你会买。像咱们这样喜欢这台机子的人啊，是实在没办法了。哎，说白了就是被拿捏了。这台模型的废件有多少？你看我都拿这几乎一整版的电镀件去喷消光，来试验电镀件的消光效果了。你就说富裕不富裕吧？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模型身上的原电镀色，你们觉得金色电镀板件喷消光好看吗？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款模型有半盒几乎都是废件，其中还有大量的电镀件，所以价格啊才直接飙到800了。要换我是肯定舍不得买的。但这台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友芝士送我的，哎，机会难得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看这款模型的素质到底对得起它的价格吗？那么今天啊，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我最喜欢的角色以扎克的好友迪亚哥，称为大叔的木叔，驾驶过的拂晓同颜色的百事，在创行者再起外传中的魔改机体 MG 百度电视坏 MG 电镀百事坏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求个一键3连，咱们上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P， 新的一期奶奶工厂说开始就开始。咱们先来看看外观吧。得益于百事 2.0 的隐藏水口设计，加上金闪闪的电镀工艺，掩盖了那少数的外露水口，所以水口的问题大家不用太担心。而且这电镀金别的不说，往那一站是真的唬人，实际看效果会比视频更好一些。就是有一点我不太满意啊，这个金色镜面效果把辛苦拍视频的 UP 脸都给反射出来了。建议下次万代给这些板件加个芯片啊，能智能识别人脸并进行屏蔽。不过板件太闪也有个缺点啊，就是水贴贴上去之后呢，始终会有突兀感。电镀板件又不能用水贴软化剂和消光，这种汉字想做到完全剪边难度也挺高的，还要掏空中间的，所以我就选择没有做过多的处理了。相信大多数朋友速读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。说到水贴，我还要提一嘴，这款模型的眼睛以及监视器的贴纸都是提供的水贴，我这里是直接马克笔上色的。说实在的，这些地方贴水贴效果真的是不太行。另外这个模型细看的话啊，还是有一些我个人不太满意的小问题，我也要大概说一下。一个是腿太长了，原本百事 2.0 的腿已经很长了，而百事坏更是在大腿根那儿加了个内增高，我个人觉得这个身材比例稍微有点过了。一个是胸部等位置的蓝色板件居然使用的是成型色，水纹还格外的多，表现力真的太差了。其实大多数万代电镀模型内购使用成型色已经是老传统了，我还算是比较能接受。腰部这里一大块枪铁色的成型色我也是勉强忍了，但你价格都奔800了，胸口这些蓝色分件也不多，连个板喷都不给，说实在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吧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像前裙甲和小腿侧喷口的零件很容易掉。最后不满意的点呢，就是这把武器，不过这个我们放到最后再说吧。可动方面我简单过一下啊，抬头低头角度够用，手臂平台和曲肘都是90度，手腕有独立的可动，手指为311可动手基础上增加了一段指关节的可动手。驾驶舱是没有的，毕竟这是钢普拉，是不是？腰部侧摆角度比较大，但是这大长腰就是简单的前后合分件，想要脊椎的效果呢，还是别抱幻想了啊。前踢可以超过90度，胯关节下拉后侧踢也可以到达90度，后踢也是够用的，屈膝可以达到几乎折叠的角度，脚踝处有液压杆联动效果，脚掌侧摆接地效果也相当不错。背包部分，喷射器根部可动，两翼根部可以横向调整角度，也可以纵向旋转，机翼下端的翼片有独立的可动，屁股上挂着一对光束金刀剑柄，同时模型也提供了一对光束金刀特效件。然后咱们来说说这把武器，末端可以看到明显的 Z 时代武器设计风格，但前端却直接套上一个长枪管和一个盾牌，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巨丑无比。无论是盾牌展开和非展开的时候，都违和感满满，而且盾牌连接件还很松，盾上的2个大窟窿也让人看着很难受。盾牌取下来后，枪的前端也有2个大窟窿，你告诉我这是 HG 的武器我都信。其实除了武器，整个模型的手感都是有点松的，可能是枪铁色零件太滑了，所以摆姿势的时候啊，真的要额外小心调整重心，不然这玩意儿要是摔倒了，分秒就给你蹭出一堆划痕来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模型800块钱的价格，400块钱都是废件，而本体部分单看外观的话，效果很不错，但把玩体验呢也很一般。整体模型对比百事 2.0 没有什么惊喜，还多了很多的毛病，除非你对这款模型特别喜欢，或者是就想要这个电镀金的效果，不然的话还是选择百事 2.0 要好多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喜欢小伙伴点赞、上头投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